首先呢，在开始我们的 DIY 微生物学之前，我们要先来谈一下培养基，因为培养基呢就是微生物生长的基本，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进行微生物操作，就一定需要培养基。培养基呢，就是提供微生物生长所需要的一切必需营养的东西。我们可以用用途啊、成分等等的方式把它区分成非常多类。为了避免大家睡着呢，我在这里不会一一的介绍。坊间书籍或是网络资料很多，如果有兴趣的人的话，可以自去查询那些更细节的部分。培养基中具有供应微生物生长的营养以及环境，如同我们人类生长需要淀粉、脂质、蛋白质以及维生素、矿物质一样，微生物生长同样需要碳源、氮源以及其他的微量营养素，而培养基的原料就必须提供这些营养。我来大概的介绍一下培养基中各种材料的功能。首先是含氮营养，这是提供微生物合成生命所必需的蛋白质的原料，使用动物性来源或者是混合动物性及植物性来源来制作的，通常是培养基中水以外占比最多的成分。接下来是含碳营养，也是提供微生物合成生命所必需物质的原料，通常包含在含氮营养之中，另外再添加葡萄糖来提供。此外呢，培养基还会添加盐类，盐类的功能在于调整培养基的渗透压以及酸碱值，来提供适合微生物生长的环境。以上呢就是培养基的基本成分类别。不过，在培养不同微生物的时候，可能会因应不同微生物的需求调整成分比例，或是添加其他的成分，比如说特定种类的脂肪、胆固醇，或是特定种类的氨基酸，或是某些微生物可能喜欢高盐的环境，或者是偏酸或是偏碱的环境等等。那因为微生物的代谢多样性非常的高，所以呢，没有什么通则的方式去评估微生物的营养需求。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各种培养基的成分配方呢，都是累积前人不断的实验测试的结果。那么这个频道中可能会使用到哪些培养基呢？首先，我们最常会使用的就是基础培养基。基础培养基顾名思义就是基本成分的培养基，适合相当多微生物的生长。我们可能使用液态的，或是加入洋菜来制作成凝胶使用。它的功能就是让微生物在里面生长繁殖，让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微生物。接下来呢，在少数的状况下，我们可能会使用到增殖培养基。这种培养基比我刚刚说的基础培养基更加营养，用来提供一些营养需求较高的微生物生长。常见的像是在基础培养基中加入血液来制作成的血液琼脂培养基。不过因为这种培养基比较不容易取得，基本上都会直接购买现成品，所以呢，我会尽量减少使用。再来就是鉴别培养基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用来鉴别特定微生物的培养基，成分当然是按照想要鉴别的微生物来做出调整，从简单加入1、2样成分，一直到数十种成分的复杂配方都有。现在也没办法说出我们未来一定会用到什么样的种类，所以到时候如果有遇到的话呢，我再介绍吧。那么有关这些培养基呢，目前各微生物实验室，不管是医院检验室啊，或是食品、化妆品、水质、土壤检验等等的，都会直接购买商业上制作好的培养基，可能是包装成罐装的干燥粉末，或者是平板状的凝胶，或是填充在无菌包装里的液体。不过呢，在这个频道里的话呢，我认为直接购买它们离我所想要的 DIY 精神差距太大了，同时价格也太昂贵了。所以我认为本频道的基础呢，将会从制作培养基开始。毕竟100年以前的微生物学家呢，他们可没有商业化的培养基可以使用。那个时候的研究机构啊，他们会雇用专责的人来制作培养基，比如说去市场购买新鲜的材料回来磨碎烹煮之类的。
大家中学的时候从课本上学到的鹅颈瓶煮肉汤实验就是那个时代的。我想未来我们也有可能遇到那样的状况。不过啊，现在我们要自制培养基已经不用像古人那个时候那么麻烦了，许多需要的材料都可以在网络上购买到，而且价格也比较亲民。这样的做法是符合我心中的 DIY 精神的，所以我也会像这样先准备使用的培养基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内容呢，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有问题的话呢，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留言。而且为了不要错过我们下一步的实际制作培养基的影片呢，也请记得订阅哦。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